欢迎回到投资硬总经。最近各国航空公司撤出中国， MSCI 又调降中国股票的权重，再加上李嘉诚的企业启动英国上市计划，种种迹象来看，外资还是不断在撤离中国。因此今天这集我们要继续聊聊外资脚底抹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时日无多。目前中国与全球经济脱钩的状况到了什么程度呢？前阵子英国的维珍航空宣布，从10月26号之后将会暂停伦敦与上海的直飞航班。这个航线从1999年开航以来，已经持续营运了25年。维珍航空表示，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这条航线被迫绕开两国的领空飞行，航程从原本的12小时增加到14小时20分钟，这就让他们的燃油与人员成本增加了不少。而维珍航空的竞争对手中国的航空公司，反而因为中国与俄罗斯的合作关系，使得飞行时间不变，人员与燃油成本还跟原本一样，这就让维珍航空没有能力在这条航线继续竞争。不只是英国维珍，包括瑞士航空、德国汉莎航空、奥地利航空也都有对中国减少班次或是停止航班的想法。采取比较具体行动的是芬兰航空，它直接关闭北京的办公室。荷兰航空与法国航空的执行长则公开指责中国航空公司不公平竞争。至于美国，则是要求对等条件，也就是说，美国的航空公司如果要飞中国，会因为没有办法飞俄罗斯的领空来减少航班时间，那么中国的航空公司飞美国的班机同样也不可以飞俄罗斯领空。更有趣的是澳洲，尽管澳洲与中国的班机没有飞越俄罗斯领空的问题，但是服务业倾销的问题却非常明显。在中国对于中国的航空公司进行退税补贴的条件下，雪梨飞上海居然有人民币2000元，大约新台币9000元的廉价机票，这对澳洲航空来说大概是很难接受的。航空网站 Simple Flying 把2019年上半年与2024年上半年的中国对外航班进行对比。疫情之后，中国对外航班恢复的比率分别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106%， 新加坡 105%， 这是两个航班成长的主要目的地。其他已开发市场，德国 83%， 澳洲 83%， 韩国 82%， 日本 75%， 法国 50%， 美国 24%。航班减少等于人员进出的下降，自然就会减少投资前的尽职调查，可能也不会有下订单之前的工厂审核，更难以增加来自国外的观光消费。即使中国政府不断补贴中国的航空公司，提供廉价机票来吸引外国人到中国，但同时中国实施的国安法也让外国人知道，人身安全远比省掉这种蝇头小利更为重要。根据中国3大航空公司的公告，中国东方航空上半年将亏损24亿到29亿人民币，中国南方航空将亏损10.6亿到15.8亿人民币，中国国际航空将会亏损23亿到30亿人民币。中国3大航空公司加起来在2024上半年将会亏损66亿人民币。从疫情以来，这3家公司到底亏了多少钱，我们没有办法知道真实数字，但从公告来看，似乎也是前景暗淡。接下来我们可以推论，随着航班逐渐减少的情况下，以后从中国飞到世界各国的班机可能会慢慢集中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这样一来，在中国居住的外国人尽量搬到北上广等大城市居住，将会是比较方便的选择。再进一步延伸，这个对在中国设厂的外资又会增加从本国派遣经理人到中国各省上任的复杂程度，并增加管理的风险与困难。简单来说，航班的取消与外资对中国的经贸往来降温，在长期来看是互为因果关系。而中国当然也知道对外航班的减少所造成的冲击，于是透过“一带一路”的计划，跟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国家开辟航线。比方说，天津就有一条直飞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勒的特殊航线。自从2022年底中国解除疫情封控后，中国航运司的官员宣称，中国对外航班相对于疫情之前恢复了 80%。至于旅客恢复量是多少，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数据来佐证相关的回答。换句话说，把不乐观的经济数字盖住，是当下中国政府面对困境的唯一办法。同样盖牌的还有代表外资买卖 A 股的北上交易数据，原本是每天公布，
未来将改成每季公布。如果大家还有印象，2023年中国政府还停止公布青年失业率，只因为这个指标达到了历史新高。面对这种不断盖牌的行为，中国还能吸引外国投资吗？在继续说明之前，您知道财讯今年50岁了吗？欢迎您加入频道会员。加入后不仅有会员专属影片，还有专属徽章与会员电子信。更重要的是，有您的支持，才能让我们持续带来更多精彩的内容。根据 MSCI 公布的资讯，中国指数纳入华能水电、盛宏科技2档股票，并剔除爱玛科技、中航产融等60档股票。季度调整结果将在8月30号盘后生效。调整后的 MSCI 中国指数成分股数量将从655档减到剩下597档。回顾过去，从2019年2月 MSCI 新兴市场指数调高中国 A 股市场的权重，整体中国股市占新兴市场指数的权重曾经在2020年一度达到了 40%， 但到了2024年7月，中国市场的权重已经降到 24.54%， 比起印度的权重 20.01%， 台湾的 18.45%， 差距已经缩小不少。如果这样的趋势没有改变，印度和台湾在 MSCI 新兴市场指数里的权重，在未来1年很有可能会超越中国。也就是说，在中国政府盖牌的情况下，外资也在中国市场进行战略性撤退，指数编制的权重下降，就会直接引导资金撤出。最后，我们还可以看到，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基建宣布在英国伦敦进行第2上市，理由是公司旗下有超过 30% 的业务在英国。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一旦启动第2上市，原本在香港的股票就可以随时转换成英国股票，接下来只要宣布更换企业总部，就能完成逃离香港的动作。紧接着，已经转移营运重心到英国的长和实业，理论上也可以如法炮制。现在的问题是，李嘉诚的企业启动了股票逃命计划，是否意味着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已经时日无多了呢？财团粉丝们，您认为香港是否还能继续维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呢？ A. 可以，香港依然是外资进入中国的窗口。 B. 无法，外资加速撤离后难以维持地位。 C. 不清楚，还需要更多的时间观察。留言告诉我们吧。今天的投资硬总经到这边告一段落。喜欢这个节目的观众，记得帮我们按赞与分享哦。我们下次见。